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何必大费周章的欺骗本宫呢？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怕的是你不敢审。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王朝马汉，在，传令升堂。是，公主驾到。接驾。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奴婢在。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奴婢遵命。起驾回府。由他去。那真是美简直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不，在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别说是公主，哪怕是太后当面，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铡下，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是。多谢公主搭救之恩。你还敢说？好端端的，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公主，启禀公主，那不管驸马的事。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可是与驸马无关，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驸马，魏公公说的是真话？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不，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驸马爷，你这是干什么？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什么真相？驸马，你……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公主，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我心已死，泪流干了，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相恋终身不忘，请受相恋一拜。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玉帝，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相恋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仁政到了京城，大人必定会将他拘捕到案。你快起来吧。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这，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事到如今，包大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公主救命！公主开恩！公主开恩！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亲，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踌躇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公主，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一生
都在服侍公主。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公主都不屑一顾，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身大事，所以才出此下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你确实该死！从我一出生，你就在我身边。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却是勾心斗角。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让我怎么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公主，公主，公主！小雪，魏总管，公主不肯吃，那你们先撤了吧，你们也下去。是。公主，奴婢吩咐他们稍后再为公主做一点吃食。公主有孕在身，无论如何也得吃一点。奴婢知道，公主心里还在生气，可事到如今，总要想个办法来解决呀。虽然皇亲国戚犯法，有大理寺审讯判罪，可包大人手中御赐的铡刀，好似圣旨在握。如果包大人这次执意要对驸马不利，那驸马爷将难逃一死。驸马爷冒名顶替之事不肯原谅，那就让包大人依法处置，公主也不必为此事伤神。然后呢？然后让我的孩子在娘胎之中就失去了父亲。不，无论我如何看他，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让他死。既然如此，公主
就要想办法救他。救？怎么救？既然包大人有皇上赐的铡刀，就握有生杀大权，我虽为当朝公主，但是我又如何与圣旨相抗衡？太后，只有太后可以救他。太后虽然很疼我，但是她又怎会甘冒违抗圣旨之罪而救他？太后是皇上的母亲，包大人岂敢得罪太后？只要公主与驸马爷一同进宫，向太后求情，奴婢知道太后一定会有办法的。驸马爷，公主仍未息怒。面对如此情形，驸马爷以为呢？这也难怪，我当初一贪念，如今遭此报应，我也无话可说，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不，公主愿意救你。什么？你说公主肯原谅我？那倒未必，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去求太后。求太后有用吗？有用，只要皇家出面，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可是，还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那是我的事，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不，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否则我无法安心的。你真的想知道吗？当然，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人命关天，就算太后出面，也未必有用。如果我一人承担，坦白认罪，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可如果你这么做，你是必死无疑啊！那又如何？只要驸马爷日后对公主忠贞不二，那奴婢已经心满意足了。魏明，你为何要这么做？为了公主。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我不能明白。那是驸马不明白像奴婢这样的阉人宦官的心境。我自幼净身入宫，从此
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无儿无后的命运。在宫中，太监是伺候皇家的奴婢，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甚至权倾一时，然而说回来，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公主是先皇晚年临幸的嫔妃所生，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随后，先皇也驾崩西归，是我把她抚养长大成人。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她的爹，又是她的娘啊。虽然公主与我是主婢关系，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只要她想要什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其中包含于你。他想招你为驸马，我也做到。如今公主想救我，我也会心甘情愿的让她如愿以偿。魏明，驸马与公主进宫面求太后之时，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驸马切记，一切要推在奴婢的身上。如此一来，太后出面，那包大人就办不了驸马爷了。奴婢此去开封府，不可能活着回来。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一生一世的照顾公主，永无二心。否则，奴婢纵死九泉，化为厉鬼，也不会轻易的将你放过。你放心，若是我能逃过此劫，我不会亏待公主的。大人，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泸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
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仁政就可以抵达京城了。正是。展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可是有事要见本府。属下想知道，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展护卫何以有此一问？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带走了陈世美。他日纵使有了人证，大人也难以把她绳之于法，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到时，她就能安然脱身。不，皇上御赐的3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本府依然可以办他。倘若太后亲临，阻止行刑呢？太后虽是皇上生母，地位崇高，但太后并无干政之权，本府依然可以依法行刑。倘若皇上降旨，赦免于他呢？展护卫究竟意所何指？大人，展护卫侠肝义胆，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展护卫打算如何？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展昭退出官场，重返江湖。可临行之时，必定将陈世美的项项人头带回来。住口！只要本府还在朝一日，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滥用私刑。大人，展护卫，大人，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并非有意藐视王法。那陈世美无情无义，人神共愤，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也罢，本府就为展护卫事宜。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赦，本府定会据理力争。倘若力争不成，本府自会罢官退隐，远离仕途。那时，本府已非朝廷命官，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又岂能论断是国法，亦或是私刑？大人，并非展昭一时鲁莽，只是气愤难平。展护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不如此，何来天理公义？然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当然是依法而行，绝无例外。展护卫，仁政后日便可抵达京城，你何不再稍作忍耐？是。魏总管，你们两个都下去吧。是。
公主，公主，都准备好了。去看看魏总管的车架准备好了没有？是。去我的房间买2条手帕备用。是。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跟你把话说清楚。公主，请说。你所犯的错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你。可是为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却不能不救你。公主，你听我说。我了解母后的性格，她不会为了你连国法都不顾，可她却会在乎这个孩子。我为了这个孩子去求她出面帮忙，如果她真的肯帮忙，你要永远记住，是这个孩子救了你。将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像对待你原来儿女那样去对待他。不会，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个孩子。你不必辩解，我相信，当初你和秦香莲生的第一个孩子出事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到今天你会不肯认他。我不是想利用机会来羞辱你，我只是确保我的孩子未来不会有个忘恩负义的父亲。启禀公主，车驾已备好，公主可以起驾进宫了。魏公公，你确定你不随我一起进宫？公主明白，奴婢还要去开封府。你确实不能去，你还得去试试能否在包大人面前疏通一下。奴婢尽量试试吧。驸马爷，公主有孕在身，还望驸马爷一路上多多照顾。本宫明白。公主保重。启禀大人，府外有人击鼓鸣冤。是什么人？回大人，是驸马府总管魏明。将他带到厅中说话。是。王朝马汉，在。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是。大家见过包大人。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大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申冤。
魏总管所谓的投案，指的是哪一桩案件？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3条命案。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申冤，又指的是何冤？大家所言的3条命案，均与驸马爷无关，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了。好，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若依你之意呢？咱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大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你倒是有备而来。咱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咱家自然是有所准备。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传令升堂。是。堂下所站何人？在何宫何府任职？咱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咱家是来投案的。你自行前来投案，为的是哪一桩案件？咱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咱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哦，如此说来，你是自称教唆杀人？是。既然你已自成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听审？魏明，犯官在。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业已将尸首决除。本府问你，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哦，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正是。你又因何要杀害他？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犯官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犯官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犯官就安排了调换2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
盗用他的身份，范官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胡说！那状元公10年寒窗，铁焰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你串通合谋。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爷无关。当犯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状元公此言差矣，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英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岂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状元公，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洒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在下读圣贤书，深知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胁，在下也绝不妥协。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你说什么？状元公若不同意，洒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5口的性命，恐怕也难以幸免。你敢伤害他们？状元公，只要肯按照洒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犯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那陈世美是否因你妖侠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本府暂不追究。那第2具尸首又是什么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你又因何要杀他？回包大人，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犯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犯官。就是他。公公，公公就是驸马府的总管吧？洒家便是。你是谁？找洒家有何事？小人是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
可否借一步说话？你找咱家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明说吧。是，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关咱家何事？和公公当然有关系。明天，小人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认什么人？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那又怎么样？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全凭小人一句话。那你的意思是？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小人身为地保，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我明白了。如果咱家肯出50两，帮助陈家村的灾民，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小人就肯定会发现，跟他从未见过面。范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做下伪证，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那陈春贪得无厌，他还想索取500两。范官担心他虚索无度，后患无穷，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此事驸马可曾知晓？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不可能不识，自然是略知一二。否则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不过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其他的一概不知。哼，你倒是肯替他说话。范官是实话实说。本府再来问你，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而且他母子3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你为何还要派韩琦追杀他们？那韩琦又是怎会自尽身亡？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范官早已收到密报。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那范官就不得已而知了。难道这些事驸马爷全不知情？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哼，照你所说，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包大人，范官毫无此意，请包大人明察。那么本府倒要问你，这3条人命与诸多官职，
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又怎会如此？包大人断案如神，世人皆知。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犯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还不如自行投案，或许还能减轻其刑。以你自己所公认的罪行，只怕难逃一死。既然犯官难逃死罪，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公主有孕在身，犯官怎么能忍心？包大人，犯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望包大人依法处置，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学生在，让他画押。是。来人呐！在！将魏明押入大牢，听候再审。是。且慢，包大人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你自行投案，自成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你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美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犯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大人，那魏明怎么会自动前来投案？他的供词究竟是真是假？真中有假，假中带真，整篇证词之中，真假夹杂，而其中共通的目的，就是尽量设法让陈世美摆脱涉案的嫌疑。他想帮陈世美脱罪，用意十分明显。大人，在他的供词之中，白云寺陈世美的出身以及调换学籍的过程，他都交代得十分清楚。原本大人要提出凭证，还得费些周章，如今他却主动供认，想必是另有目的。因为他心知本府已掌握了证据，迟早能够证实，主动供认不过是为了强调他的供词可信度罢了。就算他把所有的罪都扛在身上，陈世美还是犯了冒名顶替欺君之罪。他魏明自动前来投案，也不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展护卫所言正是关键之处。那魏明釜底抽薪之策，并不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他又为何要牺牲自己前来投案？莫非他还做了其他的安排啊？
陈世美，你好大的胆子！母后，请息怒。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哀家请皇上赐婚，请八王爷担任大媒，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母后，他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哀家为什么要救他？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母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是我的丈夫啊。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母后，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可是你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你身怀有孕，不宜长跪，起来吧。是。谁让你起来了？母后，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母后，您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啊？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不，启禀太后，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的。什么？魏公公竟然牺牲他自己，你……虽然这一切都是他魏明惹出来的，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母后，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哀家明白他的用意，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皇家能怎么做？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那么驸马纵然有错，也是被动的。倘若皇家不予追究，皇上又肯特赦于你，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太后开恩，太后开恩！母后，这样的确可以救他。还没那么简单。首先你要不计较此事，你能做得到吗？母后，女儿相信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可是为了这个孩子，
我能做到。其次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母后，那必须您要出面。这件事让哀家出面是可以，不过最难的部分，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还有，不错，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可他依然有儿有妻，依然是别人的夫婿。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回去吧，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是，多谢母后。本府明白了。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正是。学生愚钝，请大人示意。公孙先生，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呢。如此一来，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不错，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换言之，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大人是说，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不，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舆论公平？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太后一向疼爱公主，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太后势必更加不忍。倘若太后出面求情，皇上生性至孝，恐难拒绝。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这样一来，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正是如此。大人，还有秦香莲母子。这么说，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即使是皇上，也不能罔顾情理，置之不理呀。话虽如此，那已是家无私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本府又岂能干涉？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眼前还有一个办法。大人打算如何处置？在太后插手、皇上下旨之前，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速审速判，定验了结。可是泸州府孙大人，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大人并无凭据，
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公孙先生，那位名前来投案的供词，就是本府的凭据。大人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魏明绝对想不到，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明日一早，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是，学生遵命。你们都下去吧。是。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我说过，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公主，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回我的问话。我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我知道错了。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该怎样去弥补？我呢？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你不要碰我！你给我听清楚，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许再碰我！你也要给我记清楚，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否则我也会让你身首异处。公孙先生留在府中，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回来之后，立即升堂。是，学生遵命。展护卫，在。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到案。倘若驸马府的人护主阻拦呢？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王朝马汉，在。备将。是。
启禀大人，泸州府孙大人到。好，来的正是时候，请他厅中说话。是。孙大人久候了。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好。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本府感激不尽。包大人召见，本府岂敢不来？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好，王朝。是。不错，这串佛珠是老衲赠与陈世美之物啊。那陈世美遭奸人杀害，本府深感遗憾。我佛慈悲，阿弥陀佛。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静候包大人通知。有劳了，公孙先生。学生在，为两位安排住所。是。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不出大人所料，太后果然插手此案了。公孙先生是说，大人早已料到。不错，所以大人决定立刻前去逮捕那陈世美。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难道太后插手，大人就办不了此案了？那倒不是，各种原因我自会向展护卫说明白。无论如何，等大人回府之后，事态必会明朗。臣开封府福营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包钦平身。谢娘娘。包钦，臣在。哀家宣你进宫，你可知道为了何事？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启禀太后，
此案涉及3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宝卿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你所谓的3条人命，魏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与驸马又有何干呢？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宝卿，你也不必觉得意外。臣启太后，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臣不敢无理放肆。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臣敢请太后屏退左右。你们都退下吧。是。你可以说了。臣遵旨。什么？如此说来，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詹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了。詹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那也是被魏民所逼，他也是情非得已呀。太后，如此谎言又岂能信？宝卿，也非是哀家肯信他，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公主无夫呢？太后，那么春歌冬媚之妇，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并非包拯苦苦相逼，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已是天理不容，国法当诛。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包拯，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包拯甘愿受罚。包拯，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太后，你听哀家说，你一向执法守法，既然魏民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宝卿，依法论法，
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太后说的不错，那3条命案，驸马或许可以脱罪。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保证依然可以办他。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太后，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又岂肯撤案不告？宝琴，这就与你无关了。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让她撤回原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招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臣遵旨。还有，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哀家必定判你个抗旨之罪。太后要宣香莲入宫，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包大人，香莲可否不去？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不，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香莲，太后宣诏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不，包大人，我去。你确定？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展护卫，太后并非一般人，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她的安危。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顶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展昭遵命。去吧。香莲告退。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本府担心
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大人顾虑的是，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介无法忍受之境。是可忍，孰不可忍？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何不拭目以待？是，学生明白。启禀驸马，包大人回开封府了。是，那名妇人却被太后带进宫里了。你说秦香莲？是。好，继续派人打探，开封府有任何动静，即刻向本宫回报。是。太后宣他进宫干什么？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平身。谢太后。展护卫怎么来了？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哦，秦香莲在哪里？在门外候宣。宣她进来。是。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您父秦香莲叩见太后。你就是秦香莲？是。把头抬起来。